桃园好久不见啦！今天这集我们来到石门水库，要带大家探访活鱼鼻祖南园活鱼餐厅。这间创立于1964年的老店，与水库同时起家，至今已传承到第3代。我们点了经典的5吃，每一道都鲜美可口，风味绝佳。饭后，我们漫游到旁边的11份观光文化园区，这里充满文化气息，拥有咖啡店和美术馆，是饭后散步的好地方。还遇到一位发明家，展示他荣获世界银牌的扶风式烘豆机，超有趣。结合美食、文化和美景，这趟旅程轻松又愉快，是放松的好选择。推荐来石门水库走走。我们今天来到石门水库吃活鱼，这一间是南园活鱼餐厅。一走进店里呢，就看到上面写着“活鱼鼻祖”大大的4个字。然后这间店呢，它是已经开了超过60年了，是石门水库地区的第1家的活鱼餐厅，已经传承到第3代。那听说呢，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当然是没有像现在那么多吃，可能从1吃啊、3吃、5吃啊，慢慢发展到现在呢，石门地区的活鱼餐厅有非常多间，然后据说最高达200多种的活鱼吃法。你们看哦，南园啊，它是在1964年的时候开始的。那石门水库呢，它其实也在1964年的时候启用的，对，所以他们根本就是一起出现的。我们今天总共叫了5吃，那我们第1吃呢就是蒜泥鱼，哇，它这个是用鱼片的方式，看起来超级鲜嫩。我们先来试试看。它那个酱油香非常的香，我香到我这个鼻子闻了都闻到那种豆的香味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这只草鱼非常的大只，大概有8斤左右。那它的鱼皮呢是有一点胶质感的，但是因为鱼皮没有那么的厚，所以胶质感也还 OK， 不会到非常的腻口这样子。然后肉质很细嫩哦，一点的土腥味都没有。虽然说蒜泥鱼是个很常见的做法，但是我觉得它做起来就是有比别间好吃很多。那我觉得它有抓到那种很像蒜泥白肉的精髓，有没有？就是要吃它那种食材的最原味、最鲜美的味道。然后它的那个酱啊调得非常的好，就是甜咸呢，多1分少1分都不会的，非常的刚好。而且蒜很多，吃起来就非常的爽，这样。是我们点的第2吃炸鱼块，非常的烫，我最喜欢这种的，我赶快来吃1块。它咬下去一样是非常的鲜嫩，那因为它的粉呢裹得非常的薄，所以可以吃得出它外皮啊很酥脆，跟刚刚的鱼片呢还是有一些差异的。然后再来是我刚刚完全没有沾酱，竟然一点点油腻感都没有，它的功力真的是非常强。它真的是外酥里嫩哎，蘸一下它的酱。这个酱还蛮好吃的，它有点像麦当劳的糖醋酱，然后又有一点点姜的味道在里面，还蛮特别的。这一道是糖醋鱼，它切成这样子啊，很像是鱼排并列在这个盘子上面，然后夹起来就是这么一大块，这吃起来一定超开心。你先吃吃看它的糖醋，我好喜欢哦。这家的酱汁我非常的喜欢哎，它的那个芡没有打得很深，所以在糖醋鱼上面呢，它就是会薄薄的一层，不会说沾酱蘸的过多，那你的口味呢也不会说过重这样子。它糖醋酱非常好吃，我觉得是可以取代麦当劳的那种，麦当劳可以跟它要配方的。哦，这一大块这样一口咬下去，真的是吃起来非常的爽哎。来吃一下它的青菜，高丽菜。我是觉得它的口味比较淡一点，没那么咸，但是因为其他的味道都比较重了，所以我就可以搭配的蛮好。我觉得它是有想过的。但我觉得高丽菜炒的还是很脆，这样子还是很棒。我们来吃那个空心菜看看。对不对？它2个菜都是没有弄得太咸，这样子。我觉得那个咸度大概是3分咸，就像我们喝饮料有什么几分糖，就如果有些人口味比较重的话，可以请他弄咸一点。对，但是因为其他的鱼啊，那个酱感都已经很多了，如果你再弄很咸的话，整桌吃起来就会稍显腻口一点。可是它其实其他的东西调味都是非常刚好的。
经到了倒数第2个做法，这个是砂锅鱼头。我觉得喝到汤来了，让我们蛮惊讶的是说，一般来说倒汤都会越来越重，口味越来越重。可是呢，它反而是倒汤的时候呢，口味是越来越轻的。像这个砂锅鱼头啊，是我吃过味道最清淡的砂锅鱼头了。那清淡不是不好吃哦，它是很凸显它食材的原味，汤头非常的甜啊，很像白菜卤一样。因为今天现场的鱼比较大只，所以他只帮我们下了半颗的鱼头在砂锅里面。那另外半颗呢，他帮我们炸好，就是让我们方便带回去。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也是吃不完，带回去的话呢，还可以再吃一餐哦。这是我们今天的第5次，最后一次了。这个道呢是3杯鱼。我们常吃3杯鸡、3杯中卷，但3杯鱼块我是第一次吃。它的酱汁呢非常完美的收在鱼块里面，这一道是今天所有的菜色当中，我觉得口味是最重的一道。然后里面的姜啊，还有9层塔的风味超级明显，有够好吃的这道，完全都附着在上面。而且你这一块好像什么脆皮烧肉这样。重点是啊，你把它咬进去之后，里面鱼肉啊还是鲜嫩 Q 弹的。这个也很好吃。这是饭后甜点银丝卷，就是如果你打卡的话呢，就会送你一盘。但我觉得这家店应该不是打卡出来的啦，因为真的非常的好吃。我们来试试看这个银丝卷。这是整桌大概第1道上的食物，但我放在最后吃，它依然的还是很好吃，不会说太硬，也不会说就是反油了，完全没反油，真的厉害，真的厉害。一般呢，这个银丝卷上面都会淋一些炼乳，那它没有淋炼乳，但是它的那个糖跟花生粉的甜度呢，调的是蛮刚好的，而且我觉得没有淋炼乳。如果你饭后想要打包带回家的话呢，它也不会吃烂烂的。其实我们这样从头吃到尾，到现在已经吃得蛮饱的哦，结果还是没有那种腻的感觉，很棒。天哪！天哪！天哪！这是什么？这是草鱼，那样大概多重？8、9斤吧。哇，肥肥的，你看，现在都养殖的，现在水分很少。哦，谢谢。我们吃完啦，我们今天就4个人而已，那锅汤呢，等于是只喝了1、2口，然后全部都打包带回去了，吃得非常饱。那吃完之后呢，我们觉得说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一间，因为它就是60年老店嘛，整个调味呢是非常的精致呢，很凸显它食材的优点，真的一点土味都没有。这间店的座位呢，其实就是你看到的1楼4张大桌，1张小桌，桌数非常的少。那老板讲说，他们其实因为这个房子的关系呢，他们是跟国有地承租，不可以去变更这个房子里面的内部啊，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扩建哦，就是只能够这样的桌数。我们今天是平日来哦。平日来的话呢，中午啊，它也是会分2轮，定位都是满，所以如果你没有事先预定的话，是吃不到的。我们先前呢，想要来拍这间，已经扑空了3、4次了。而且我们上次有来拍过一次石门活鱼啊，然后哇，下面的评论一大堆都说要来吃这一间，要来吃的话，果不其然，你看里面现在人还是满，这是平日的第2轮了，然后还是里面客满的样子，很多人都是来好几次都拦截不到，我们也是大概来了4、5次才吃到这一次。对，而且它的公休日是不定休，所以你掌握不到。对，所以大家记得要定位，如果想吃的话。我们现在来到11份观光文化园区，离我们刚刚吃饭的南园餐厅呢，走路过来大概就是2、3分钟的时间而已。1分钟就够了。对，那这边前身呢是嘉安市场跟北水局的宿舍群，周围有一些日式的建筑物，我们刚刚走过去看啊，觉得还蛮漂亮的。那现在这个空间里面呢，它其实是有一些餐饮店、有咖啡店，然后还有一个小小的美术馆，然后其余的话呢，就是有一些办公空间。那我们今天是礼拜5来的，觉得店好像有点没有全开，那不知道6日的时候会是如何。我们进来11份美术馆里面，现在是艺术家的个人特展。那它其实每隔一段时间呢，就会换展览、换主题，所以你每一次来呢，基本上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作品。我们刚刚逛完整个文化园区，我觉得这边商业气息其实没有很重，比较多的空间呢是在做教室啊，还有文化基地使用。
这边环境真的非常的漂亮。像我后面有一间咖啡店啊，我已经想象我以后的退休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了。这里面呢有一群大哥大姐，他们应该就是刚吃完活鱼之后呢，就相约来喝咖啡。所以呢，我以后也想要像他们一样，就是找一个天气不错的日子，然后约上自己的一群好朋友，就来这边吃饭喝咖啡，相当的惬意耶。如果你们后面还有行程，怕在咖啡店耽误太久的话呢，其实也可以来这边吃吃豆花，继续后面的行程。在文化园区的旁边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些老房子。那像我旁边这个地方呢，它很有趣，叫做自然游记院。大家看这边呢，有种很多的蕨类。那它的主人呢，叫做柳树婆婆。如果你有幸来到这边碰到她的话呢，也许她会跟你讲解很多的生态故事。这排老房子，今天唯一有开的呢，就是这间咖啡店。那我觉得作为一个旅人呢，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没有什么选择，那我们就不用在那边选择困难症，我们就直接坐进来这边呢，喝杯咖啡，最能感受这个地方的氛围。我们现在来到瑞阳咖啡，进来里面呢，就看到很多的艺术品。一问之下呢，原来是老板亲手制作的。就我们所知啊，这些老房子它其实都是宿舍，然后目前都是国有的。那如果想要跟国家承租的话呢，其实你是要有艺术家的成分才可以，艺术家的身份才可以来租，并不是随便人都可以租的哦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漂亮的收藏品，那它其实是老板朋友的作品，是日本国宝级的陶艺家。有一天呢，就是老板看到他的朋友呢要把这些艺术品给敲掉，然后老板赶快把他救下来，问说为什么要把它敲掉？他听到那空的声音，这样子。对，朋友说呢，它其实是瑕疵品，而且有落款，他怕被人家拿出去卖啊，毁了他的名声。所以呢，老板就想说啊，那你不要的话，你送给我好了，我放在这边蛮漂亮的。对，而且我也不会把它卖掉啊。其实很漂亮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看这边很漂亮，对不对？瑕疵在这边，没有烧好。不一定有一些瑕疵品更具有价值，有没有？如果你可以拿到什么正板桥，不小心写错字了，也蛮厉害的，对不对？好像是。他必须要很有名。真的。这间店除了内在很有特色之外呢，它的消费方式也很有特色。它的咖啡呢是一个人100元。然后70岁以上的长者免费。那重点是呢，虽然说咖啡厉害啊，不过重点是来这边听老板说故事。我们刚喝过老板的咖啡，真的超级厉害，它果酸香啊，非常的浓厚，却不会有苦涩味。一个人100块可以喝到艺妓，老板都是泡艺妓给你们喝，是不是太下重本了？他说他原本是全免费的，但是后来因为我们这个附近毕竟大家也都是有咖啡店的，所以就是着收一点。当然他主要也是想要推广一下这些咖啡的一些文化。然后其实呢，最重点在这边，这台咖啡机呢是老板发明的，它的专利在这边。然后这个叫做浮风式咖啡机，它非常厉害哦，就是在烘的时候呢，咖啡机会在里面，怎么讲呢？翻滚起来，浮起来，对，不会落地的。那它的优点呢，就是在于说它可以受热非常的均匀，而且咖啡呢是里里外外啊，几乎是同时熟透，不会说外面都焦了，里面还没熟。对，因为咖啡如果你是从外面熟进去，外面可能会碳化，然后里面还没熟，那这样子就比较不好。走进瑞阳咖啡馆，你喝到的不只是咖啡，更是一段关于热情与理想的故事。李大哥除了是功成身退的企业家，也是一位艺术家。为了让全世界都能喝到健康又纯净的咖啡，他用尽毕生所学，研发出独一无二的专利烘豆机。他原本免费请大家喝咖啡，后来为了不影响邻里，只开放70岁以上的长者免费。每一杯香气四溢的咖啡背后，藏着他对人生的热爱与对咖啡风味的执着。来到这里，不只是喝咖啡，而是跟一位充满热情的灵魂对话。一个电缆啊，在控制，然后接下来豆子放进去，你看它只能够翻滚，可是这个是希望豆子浮在空中，从热灌到豆心，让豆心熟，外面就不会碳化。
很简单的物理特性。那这是我发明的机器，我拿到2023年拿到世界发明的银牌。用什么呢？海报是这个，有一个 vortex 有没有看到？V22前面有 vortex， 好 vortex， 那这个就是涡流。所以因为这个台机器本来的创意是浮风式烘豆机啊，让豆子漂浮在烘中，这样热就会表示真的有灌到里面去。我们刚刚在这边呢，跟老板聊了许多，那所以今天的拍摄进度呢，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丰富一点。那其实这边的老板整理的环境啊，非常的漂亮，我觉得真的很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走走。如果你有一个悠闲的下午的话呢，来跟老板聊聊天，交个朋友。我刚刚问老板说，你这样子不会亏本？他说没有，我不差钱。对，对啊，就是一个推广啊，然后就是交朋友的心态这样子，我觉得。蛮好的。我希望我的退休也有一样这样子的能力，对，有一样的心境。好，我们往下一个点去吧。我们现在来到石门水库，刚刚吃完石门活鱼之后呢，当然还是要来石门水库走一走啦。那我们今天出门的时候还蛮热的，气温32、33度。不过现在呢，已经变得有点阴阴的，但我觉得反而这样子很棒，走起来特别舒服。这样子反而这样风很凉很舒服我们去湖边走看。走。我们刚刚在影片里面有提到，这座水库是在1964年完工的。那它在当时呢是远东地区最大的水库，也是北台湾第一座多功能水库，它的作用非常的多，包括灌溉啊、防洪、发电、观光。其实我们就是小时候常常说，我们去石门水库观光啊、玩啊这样子，可是很少说去别的水库，除了南部的一些比较大的水库以外，或者说去翡翠水库玩比较少。我们会到这个地方停留呢，其实是因为小时候到朋友家去啊，看他们家的照片呢，都会有跟这个石门盛景合照的照片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？对啊，像我自己家里，我自己也有一张这样的照片，就是看到特别怀旧，觉得来拍一下。你现在也可以带自己的小孩来，就是对比一下以前的照片。那在这个地方啊，左右两边都是水库的水，但是左边的水面呢大概是这样，右边的水面呢是这样，它的高低差其实落差相当的大，所以难怪可以做发电使用。也很有名的是12月多的时候呢，其实是来赏枫叶非常的漂亮，是个赏枫名所还有它泄洪的时候呢，也是很值得观赏，不过要注意安全啊。这里是石门大坝码头，大家可以在这边乘坐游船呢，游览整个石门水库。那最有名的是里面有一个景点呢，叫做姜母岛。那其实姜母岛它本身的本名不叫做姜母岛，是因为呢偶像剧里面把它取名那个岛叫做姜母岛，所以它之后呢才跟着叫做姜母岛的。它是长得像一块姜母吗？不是，它就是。这个说来话长，大家如果有看过那部剧就会知道，因为那部剧在当时非常的有名。那这个游船的时间呢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。那如果你的人数比较多，或是你有一定想要坐到船的话呢，你可以事先上网预约。那其他的状况的话，其实你到现场直接购票就可以。如果它的船班人数不足的时候呢，也有可能该船班会不开，会并到下一班去。我记得还有一班船是到一个地方叫做阿姆坪，然后还是坐到姜母岛，那个也算是非常有名。可是那个就是周六周日才会有的，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做给大家看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去接小孩，所以今天就没办法坐游船了。对，然后我们先这样帮大家拍一下它这边的3个游船的路线，然后价格都在这边啦，大家可以按暂停看一下。这边有一艘太阳能电动公艇，看起来设备蛮不错的，有科技感。我觉得应该还蛮新的，应该10年以内的。I'm glad you came. 这里是南苑生态公园，它其实是在环湖的自行车道上。那我觉得吃饱饭呢，来这边走一走真的是很不错，很棒的一个选择。因为这边呢，你看树荫这么的茂密，而且一整排过去的，应该蛮凉快的。这边呢有一个泄洪的地点。然后你看到那个水流超强的，造成这个景象看起来像是在海边一样，海浪还蛮大的感觉。你看它那个那么大，它其实是在放水。泄洪是从上面，它如果真的在泄洪的时候
会非常的壮观，非常很好看这样子。我们家对这种事情不太热衷，所以我从来没有来到这边呢看什么蟹红。我看最多的蟹红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哪边？小人国。我跟你讲，我阿嬷她就是特别喜欢看这种，所以她刚刚说，今天会不会有蟹红？她别想太多了，对。讲到蟹红，又讲到石门水库啊，就会想到一件事情。大家小时候应该都有听过人家说，你的石门水库没关吧？那大家知道这个典故是从哪里来的吗？就以前呢，不是有选什么中国小姐吗？就是在比赛的时候呢，评审就问某一位佳丽说，如果你看到一个男生他的裤子拉链没有关，那你会怎么告诉他？那名佳丽呢就非常的机智说，我会告诉他说，你的石门水库没有关。对，就大家觉得，他回答的很棒，的确，现在想起来，他大概是林志玲等级的智慧哦。我跟你讲，阿嬷说他蟹红，他看了好几次，他是世界上最喜欢看石门水库没关的人的。好了，我们到今天最尾声啦。原本我找的景点就像后面这些水一样，有如滔滔江水这样子。可是呢，今天等一下要接小孩了，然后加上今天跟那个咖啡老板聊得太开心了，所以就跑的比较少一点景点。我们今天呢是走一个比较悠闲的路线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路线呢，它其实蛮适合你约3-5好友一起出来。如果说你的行程排得太紧凑的话呢，反而会造成你跟朋友之间的一些阻碍，没有办法好好的聊天。而且跟你讲，今天我的出发点就是我超想要吃活鱼的，因为活鱼的那个蛋白质很多，然后很好吃，而且还有很多种吃法，一只鱼有很多种吃法，所以就特别想要吃这样子。然后以一场我们之前想要吃南园的心愿这样子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美食搭配散步之旅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喽，大家拜拜。